大家好，众所周知，生命只有一回，珍惜生命就意味着斑斓的天地存在的意义、精彩的继续和能量的传递。而艺术的生命本质上是同理的，无论演员还是艺人，一旦艺术的生命终止了，就意味着艺术的生涯断崖了，社死了。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每天生活在压力十足、内卷严重、黑粉无数的社会主义娱乐圈大家庭中。注定每天都要打醒12分的精神，和自己身后的团队一起尝试新的演技，迎接新的挑战，以及跨过新的陷阱。因为一不小心的话，钱没了，人还可以从头再来，努力再赚。如果人没了，一切都是烟消云散，记忆了断。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聪明的王一博现在低调闭关，远离热搜，而且还刻意的压制住了各种的物料，避免出风头。有意无意之间，果然是受益处多多，3D 好福头。比起刚刚杀青拍完戏就迎来了惊涛骇浪的赵丽颖，王炸弟弟王一博的运气真的是不赖。重要的是，这枚人间清醒真的如我几次铁口提醒的那一样。虽然倒霉央视连番的鼓吹和热骚，这个王一博果然一点都没有随风起舞、跟风造事儿，而是结交戒躁，不吭一声。除了那些完全不明真相的摩托姐姐们，真的是跟着党媒的指挥棒，喜大补奔了一大波的寂寞出来。现在想想，那些高调的宣发跟后续的拉踩，几乎都是无缝的衔接来的。这就是2022年娱乐圈泛政治化的具体的表征了。可以说，在中国，您不懂得讲政治，注定是会要吃亏的，而且还是注定吃大亏的那一种。特别是这个影响力超凡、当权者窥伺、洗钱者偏爱的娱乐江湖，更需要天天讲政治，时时讲政治。因此，那些掌握着顶级流量密码的超一线的巨星们，如果不讲究政治，如果不敏感政治，那又跟社死只有一墙之隔的了。这次赵丽颖偷漏税的事件一经爆出，一声惊雷之后，赵丽颖们、王一博们必须严肃去面对，必须紧急去处理的3大刚需自救工作，立马就跟着浮出了水面了。3大刚需之一就是要解决恩怨，3大刚需之二就是要再造团队了，3大刚需之三就是要舍得对半。前两者或许从字面上去看的话，还特别容易去理解。那么舍得对半又是个什么一层意思呢？先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即便您政治全讲了，脑洞也跟着全开了，依旧会一头雾水，两个头大的。首先，您仔细想想看，为什么谣言大本营上上下下都这么不待见赵丽颖呢？对王一博其实也不那么友好呢？甚至坐视了去年整场的粉丝造反事件呢？甚至还差点把社会主义铁拳都招呼到了自己的头上了呢？这么给力的一番操作，说白了还得从当事人身上去找一找问题的。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被反反复复骂过退出娱乐圈的赵丽颖，强大内心的背后其实也是肉体凡胎的屈辱和痛苦来的。那些实际承受过的痛苦，绝对远远超过了大家伙想象力的100倍有多的了。因此，赵丽颖渐渐的从心直口快的小刀语录，变身成为了沉默寡言的
笑对人生了。他不再继续的关注外面的流言蜚语、恶职纷争了。辱骂的再难听，攻击的再嚣张，他都不会主动去回击的了。他只会默默的埋头拍戏，努力的实力证明。于是乎，一年365天当中，赵岭360天都愿意待在相对安全的剧组当中，去寻找真正的快乐，去带入云飞的江湖。他拼命的去拍戏，拼命的去工作，为的都是用实力说话。为此，在一次颁奖典礼之上，超级忙碌的他，甚至都来不及去更换掉自己的戏服了，便匆匆的上台了。为此，为了适配《楚乔传》当中的角色的设定，他几乎瘦的都快要脱相的了。这种近乎忘我的拼搏，给他带来了惊人的利，同时之间也给他留下了惊人的弊了。惊人的利就是让他从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当中第80多位，一下子就蹿升到了惊人的第4名。这种惊人的跨度，没有血汗的付出，没有不服输的专注，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呢，这段记录着血写满了汗的人生路程，注定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就连最忠心的铁粉们，实际上压根儿就无法感同身受，压根儿就无法体会得到。然而呢，弊也是惊人的，那就是他的不作声和不抵抗，算是变相鼓励了那些欺软怕硬的黑心黑粉们，而且是严重鼓励的那一种。因此他明明还没有正式出场呢，相关的黑心评论就已经开始铺天盖地的了，什么演技差、反应慢、接不住戏、声音难听、台词功底差等等等等。更加夸张的是，这种恶意的评论、恶意的评分，就跟脱缰的野马或者说野狼一样了。而且一条攻击性、侮辱性的言论，居然立马就能够迎来几百多个点赞之多。无论赵岭的谁是凶手，还是王一博的风起洛阳，您是不是还有相关的印象呢？可以说，这种明显带偏风向的快手操作，赵岭的团队几乎压根儿就没有招架之力。所谓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无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这乃是一种大智慧和大修养来的。然而呢，智慧和修养也是需要看人的，也是需要讲究技巧的。也就是说，对君子，你的君子之术自然相得益彰，赢了喝彩；对小人，你的君子之风自然鸡同鸭讲，输了未来。可以说，赵岭对黑粉的一路的忍让和君子之风，的的确确做到了那些得寸进尺、没啥后果的歪风邪气和魍魉小人。说到这，除了这些通常冲在谣言最前线的枪手们和水军们，您还想得到哪些藏在镜后以及幕后的关键性人物呢？如果您实实在在是想不到的话，那么希望我就费点口舌举个例子吧。当年初出茅庐没啥名气的他，总是被人误以为是中分大脑门的杨幂来的。
按理说这其实也是好事来的，是个好兆头来的，是开始时来运转、开始小红的苗头来的。按理说这个时候的赵丽颖说话低调，行事乖巧的话，的的确确可以唱一回漂漂亮亮的事故道场出来。然而呢，上天却偏偏关上了他处事油滑、言不由衷、虚与委蛇的那扇门了，也没有教他人前人后假话连篇、事故扭捏的话术伎俩。结果呢，他便无心怼上了一位表面上豁达、内心很冲突的手段人物。特别有意思的是，2015年真性情的他凭借着花千骨爆火之后，并没有自己就傲娇上天了，而是再次的认真的对这件往事做出了相关的反省与回应出来。他坦诚自己因为年少无知不懂事儿，说了不该说的话。跟着呢，杨幂立马就关注上他了，跟着呢，他也迅速的就回关了。然后呢，居然就没有了然后了。这两人在这次互关之后，居然再也没有任何的互动了。这居然成了他们二人唯一一次的交集了。这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至少说明了两个大的问题。其一，这两人都是同龄的花旦来的，同质化的资源分配难免会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冲突与恩怨出来。加上这两位都是超级有个性、有标签的人物来的，谁都不会持续的低头的。这就是个关系学中的症结所在了。其二，粉随正主这句话真的不是虚的。艺人之间的恩怨注定会导致彼此粉丝之间的对立情绪出来的。即便赵丽颖的本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刻意去制造出冲突的驱动力的。然而呢，正如去年的一出粉丝照本事件一模一样，明晃晃的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本尊，即便一点去制造出冲突的念头都没有，然而呢，双方死忠的粉丝们都被人充分的给利用了，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假象冲突给完美的带偏了。如果您非常好奇去年的整件粉丝照本事件的始末硬核，不妨自行呢去回顾一下新闻我的那些独家的分享，肯定有您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世界很奇妙，很奇怪，太多的吃瓜的行为，明明只是吃到了瓜皮而已，结果呢，大家伙都以为吃到了瓜瓤了。说白了，萤火虫与摩托姐姐们无辜的卷入到了一整场瓜皮的战争，就是这么一个极度悲催的真相来的。因此任何的江湖恩怨都特别容易被真正的对家、真正的黑手完美的给利用了起来，完美的给制造出了下一波的粉丝造反事件出来了。这也是王一博、赵丽颖这对云匪夫妇江湖儿女特别需要严重注意的核心点和关键点来的。虽说真的无需要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那一份相当言不由衷的假笑的，然而呢，努力去化解之前所积攒下来的那些相当关键性的恩怨，还是极其有必要的。为什么新闻我要这么说呢？因为娱乐江湖越乱，人人自危，泛政治化的操作
就越有必要。于是乎，在当下这一场已经分不清敌我，已经开始你死我活的江湖硝烟当中，多一位朋友，自然就少了一份的危机；多一份释然，自然就少了一份的攻击。去解决恩怨，无需假笑，只需彼此的理解和深度的尊重，那就行了。因为事业上压根儿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更何况现在的杨幂和赵丽颖，一个迷恋国偶当中，一个张罗转型当中，职业冲突面其实已经是收窄了，其实已经是很小的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的危机和致命的压力，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那只可以翻手是云覆手是雨的如来之手。因此甚至都无需赵丽颖本尊亲自去出马，但凡赵丽颖团队当中的一位能来事儿的公关大师亲自出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化解了多年来的误解以及许多的尴尬了。前提就是赵丽颖的团队有那么一位口舌灵光、手段高超、情商出众的公关型人物才行。因此化解恩怨只需要高情商的操作以及会来事的撮合，甚至一同保命一同避祸的足够诚意，那就行了，就足够了，就能够把所有的积攒下来的积怨和江湖的所有的矛盾化解大半的了。毕竟现在大家伙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都是社会主义铁拳的阴影下集体讨生活的人来的。在社死无常、人人自危的非常政治大环境之下，和气生财、和气保命，现在比什么都重要。这场景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像三国时候的吴蜀关系。在新闻我从来都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无论是吴还是蜀，在明知谁都打不过曹魏的情况下，干嘛不扔掉彼此的恩怨嫌隙，永保自己的身家太平，偏安自己的江山社稷呢？留得青山生存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社死是大，因为社死就是完完全全失去了未来了，同时之间也是彻彻底底的抹去了过去了。就像赵丽颖们、王一博们完完全全就从来就没有来过娱乐圈一样。好了，说到这，三大刚需之一的解决恩怨就基本上说明白了，说完了。三大刚需之二的再造团队，以及三大刚需之三的舍得对半，明天新闻我会继续的与您独家分享，硬核详谈。